有些爱情开始于心动，有些爱情却开始于一场背叛。最近，一部只有89集的短剧《好雨之时节》，因为一个非常扎心的设定，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关注。女主石慧发现丈夫出轨，而更讽刺的是，出轨对象竟然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。于是，故事没有按照传统套路，让女主一个人躲起来痛哭，也没有让她默默忍受这段失败的婚姻。在知道真相后的第二天，石慧直接带着证据找到了宋其杰。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整个故事彻底进入高能模式。你的妻子和我的丈夫已经来往一段时间了。一句话把两个陌生人的人生同时推向了最低谷，而这也成为好雨之时节最特别的地方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出轨复仇故事，他真正想讲的是两个被爱情伤害过的人，如何在彼此身上重新找回信任、温柔以及重新爱人的勇气。饰演石慧的是郭雨欣，饰演宋其杰的是王浩真。两个人在剧中的第一次相遇，没有浪漫，没有心动，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残酷。因为他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彼此，就是在最狼狈的时候。一个刚刚发现自己的丈夫背叛了婚姻，另一个也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信任的妻子早就背叛了自己。如果换成传统狗血剧，这个时候通常会出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剧情：两个人愤怒，两个人争吵，两个人开始报复，然后各种误会、争执、反转接连出现。但好雨之时节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他没有把背叛之后的两个人塑造成只知道 revenge 的角色，相反，他们更像是两个站在废墟里的人，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石慧和宋其杰之间的关系才显得格外微妙。他们一开始不是恋人，甚至不是朋友，他们只是因为同一场背叛被迫认识了彼此。但有时候，真正能够理解你的人，恰恰不是那个陪你经历幸福的人，而是那个和你一起经历过黑暗的人。石慧需要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人，宋其杰同样需要一个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。他们没有急着开始一段新的爱情，而是在一次次接触中慢慢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听懂自己的委屈，能够理解自己的沉默，也能够在自己最难堪的时候没有选择嘲笑和逃避。这就是这部剧最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地方，因为现实中的感情往往没有电视剧那么简单。一段婚姻出现问题之后，最痛苦的从来不只是发现对方不爱自己，而是突然开始怀疑过去。那些曾经以为是真的拥抱，是真的承诺，是真的幸福，到了最后，竟然都可能成为一句让人不敢回想的回忆。所以，石慧面对的不只是丈夫的背叛，她真正需要面对的是自己曾经相信的一切突然崩塌。而宋其杰也是一样。当两个人在彼此身上看到相似的伤口之后，他们开始慢慢明白，有些伤痛并不需要别人替你解决，只需要有人告诉你，你没有错，你值得被认真对待，你也值得重新拥有幸福。于是，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。最初，他们只是为了揭开真相而靠近，后来，他们开始为了彼此而靠近。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没有所谓一见钟情，也没有一句话就改变人生，而是在一次次相处中，在那些看似普通的小事里慢慢积累出来的。也许是一句安慰，也许是一次等待，也许是在对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没有转身离开。这些细节看起来都很普通，但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背叛的人来说，却可能是重新相信爱情的第一步。所以，好雨之时节这个名字其实也非常有意思。好雨之时节，真正的春雨从来不会在你准备好的时候出现，它只是悄悄落下来，滋润那些已经干涸很久的地方。而石慧和宋其杰之间的关系也像是一场春雨，他们没有立刻改变彼此的人生，但他们一点一点让对方重新感受到温度。这也是剧名最浪漫的地方。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受过伤，所以才能相爱，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受过伤，所以更加懂得珍惜一份真心。郭雨欣饰演的石慧，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只会等待拯救的女主角，
她面对丈夫的背叛，没有选择逃避，她拿着证据主动寻找真相。她知道自己受伤了，但她没有让自己的伤口变成伤害别人的理由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真正的成长不是让自己变得冷漠，而是经历过失望之后，依然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而王浩真饰演的宋琪杰，则像是另一个版本的石慧，同样被背叛，同样需要时间疗伤，同样对爱情产生怀疑。所以，当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观众看到的其实并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感情，更像是两个曾经不相信明天的人，慢慢把彼此带回生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的情绪会比普通的出轨复仇短剧更加细腻。它有狗血的开场，却没有一直停留在狗血之中；它有背叛，却没有把所有重点都放在报复上。真正推动剧情发展的是两个受伤的人如何重新建立信任。而这种故事恰恰非常容易击中成年人观众，因为年龄越大越会明白，爱情最珍贵的部分并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你经历过现实之后，依然有人愿意站在你身边。你崩溃的时候，他没有嫌你麻烦；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他没有让你更加自卑；你不敢再爱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逼你立刻相信。他只是陪着你，慢慢等，慢慢让你知道，原来爱一个人可以不需要恐惧。好雨之时节的故事就建立在这样的情感逻辑之上。两个陌生人因为同一场背叛相遇，从揭开真相开始，从互相理解开始，再从互相治愈走向新的感情。这样的设定也让观众产生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背叛了你，你会选择报复吗？还是选择彻底离开？又或者你还愿不愿意相信下一段爱情？也许这就是这部剧真正想问观众的问题。背叛可以摧毁一段关系，但不应该摧毁一个人对幸福的期待。你可以因为一次失败而离开一个人，但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人而否定自己值得被爱。而石慧和宋琪杰的故事最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没有互相拯救，而是在彼此陪伴的过程中重新学会拯救自己。从背叛到相遇，从陌生到理解，从防备到靠近，再从伤痛走向新的春天。89集的好雨之时节，用一场极具冲击力的婚姻背叛作为开端，却把最终的答案放在了治愈与重生之上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前期高能，后期慢慢升温，同时又带有情感治愈感的短剧，那么这部剧确实很容易让人一集接一集看下去。因为你真正想知道的，已经不只是他们能不能抓住出轨的证据，而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伤害之后，石慧和宋琪杰到底还能不能重新相信爱情？有时候，人生最意外的相遇，恰恰发生在最糟糕的时候。一场背叛让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走到了一起，而一段温柔的陪伴又让他们重新相信，这个世界虽然会下雨，但雨停之后，也许真的会有春天。这就是好雨之时节，一场从背叛开始，却最终走向治愈的故事。如果是你在发现另一半背叛之后，你会选择彻底离开，还是愿意给自己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